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2023年，请对我好一点吧。这是杨幂在社交平台上发表的对新年的期许。虽然看起来非常普通，但对于一向坚强的杨幂来说，这样的话就是在示弱。作为娱乐圈内唯一对赌成功，用资本将自己变成资本的人，杨幂的人生里从来没有软弱这个词。作为童星出道，杨幂在娱乐圈里驰骋几十年，从小见惯了各种手段，所以在有能力之后，她最想做的就是脱离被资本掌控的命运。在跟自己的2位经纪人合伙成立嘉行传媒之后，杨幂便与上市影业签下了价值3.1亿的对赌协议。要是完不成的话，不仅要赔偿3亿元，还要再给15%的利息。很多人在听到杨幂签下3.1亿的对赌协议后，都非常的不看好她。为什么呢？通俗点来说，对赌协议就是跟资本搏斗，成功便能脱离束缚，相反不成功的话，不仅要将自己的全部身家赔进去，还要为资本卖命。虽然很多明星都对自己非常有信心，觉得自己一定能够完成任务，成功的完成阶级跳跃。事实上，从第一个签对赌协议的明星开始算，从未有人成功过。虽然很多网友了解他的时间较短，但在上世纪80年代，他已经进到了国内市场。最出圈的案例是张兰女士和汪小菲的翘家男产业，因为没有完成2012年的上市目标，导致对赌失败，最后被迫赎回投资方的原始投资。客观来说，对赌协议并不是赌博，也没有好坏之分。如果融资双方发展良好，完成了目标，那么对对方来说就是一件互利共赢的好事。对赌协议的核心是通过一些条款的设计来有效地保护投资方的利益。投资方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在较短时间赚取高额利润。资本的本质是逐利，如今很多明星和导演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作为演员、艺人、导演都很容易被资本掣肘，所以他们选择将目光对准了对赌协议。如果协议成功的话，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方，但失败的话，可能会背上巨额债务。举个例子，2022年有消息爆出，周星驰卖上亿豪宅，疑似要填补对赌协议亏空。这一切都要源于2016年他与上海新文化公司签订的对赌协议。上海新文化公司以超出一切正常规范40%的价格买进了周星驰公司的股份，要求周星驰公司4年内实现净利润10.4亿元。如果协议失败的话，周星驰需要补足亏空和回购股权。4年的对赌协议过程中，前3年都是进行得很好，基本完成了该年任务。具体作品数据大家也都清楚，美人鱼票房数据不错，达到了33亿。可惜后面的西游降魔篇和新喜剧之王票房不太理想。截止2019年，传出来周星驰单方面解约的消息，双方对于对赌协议的金额产生纠纷。此时周星驰方净利润累积至8亿元左右，距离周星驰承诺的10.4亿元还有一段差距。对赌协议中，周星驰拿自己上亿豪宅做担保，面对8.4亿元的债务纠纷，他却不想将豪宅卖出，对赌双方直接闹上了法庭。这场对赌协议以周星驰方失败告终。再比如冯小刚，2015年华谊兄弟以10.5亿元的纯现金收购了浙江东阳美拉传媒70%的股份，而且此时的东阳美拉传媒公司资产总额仅有1.3万元，负债比资产总额都高。华谊兄弟注入大额投资，他当然不会做慈善，要求东阳美拉传媒日后每年净利润不得低于1亿元，而且每年要求增长15%的净利润。2016年，冯小刚的老炮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上映，勉强完成了1亿的净利润。2017年，芳华的票房不错，净利润达到1.17亿元，顺利完成了增长15%的约定目标。到了2018年，冯小刚没有电影上映，业绩也没有完成，只能乖乖支付华谊兄弟6821万元。到了2019年，只有云知道找到你剑王朝播出，东阳美拉传媒净利润达到了1.64亿元，超额完成目标。但是到了2020年，随着特殊环境的到来，影视行业进入了寒冬期，
冯小刚的东阳美拉利润严重不达标，只能再次赔偿巨额协议赔偿款。该行为在行业内成为了笑话。幸好这场对赌协议签订仅有5年，2020年结束后，华谊兄弟仅作为东阳美拉的股东，每年分的利润就可以了。再来看看杨幂。基于这样的背景，那时的很多人都在背后想看杨幂的笑话，甚至落井下石。曾经那些合作的非常好的导演都直接站出来说杨幂的演技，各种新出道的艺人都想要靠拉踩杨幂获得流量。哪怕是这种环境之下，杨幂也没有任何的气馁，不仅认真的经营自己的事业，也顺手收获了感情。虽然现在很多人赞鹿晗爷们儿敢公布自己的恋情，当时的杨幂也丝毫不差，刚凭借流量站稳脚跟的她就敢公布恋情并迅速结婚。尽管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看好她和刘恺威，但杨幂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下嫁。婚礼的规模并不大，杨幂也只请了自己最好的闺蜜唐嫣来做伴娘，带着不合适的婚戒嫁给了并不如自己的刘恺威。看到如此恋爱脑的杨幂，粉丝都以为她会就此回归家庭，但是她没有，而是带着嘉行娱乐强势回归。2015年，杨幂与经纪人曾佳、赵若瑶共同出资300万创立了嘉行传媒。同年的10月份，与上业影业签下对赌协议，上业影业共计投资3亿元，双方协议内容为嘉行传媒3年间累计净利润不得低于3.1亿元，同时核心艺人不得解除与嘉行传媒的独家演艺代理关系。如果协议完不成的话，嘉行传媒需要以15%的年利率回购卖给上市影业的380万股份。有意思的是，对赌失败的话，嘉行传媒不仅需要赔付3亿元的投资，还带着15%的年利息，比以前2位对赌协议条件苛刻了许多。为了完成对赌协议，杨幂及旗下的艺人迪丽热巴都开始了拼命三娘的模式，电影、电视剧、综艺、广告全部都安排上。这3年里，杨幂一共拍摄了13部作品，包括拍摄周期很长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、扶摇、亲爱的翻译官，还需要学法语。可是杨幂开启连轴转模式的同时，嘉行传媒也不能保证是否能完成对赌协议。她的作品收视率都不错，到了第3年已经达到了净赚2亿多。此时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爆火，局势瞬间扭转。2017年，嘉行传媒净利润高达 1.94 亿元，3年内完成了 4.02 亿元的净利润，超额完成了目标。杨幂也从打工人的身份一跃成为嘉行传媒的股东，完成了资本转型。同年龄段的还有杨颖。2015年年底，华谊公司以 7.56 亿金额收购了仅成立1天净资产才1000万的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公司。华谊公司闹这出事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无非就是看中了浩瀚影视6位股东的商业价值，包括杨颖、邓凯、陈赫、李晨、杜淳、冯绍峰6人。华谊公司要求浩瀚影业2015年的净利润要达到9000万，此后4年每年上涨 15%。也就是说，2016年浩瀚影视利润要超过 1.035 亿，2017年要超过 1.19 亿，2016年浙江东阳浩瀚影视的净利润只有 1.014 亿，离规定目标还差200多万。就这样，6人与华谊公司的对赌协议输了。那时候的电视剧孤芳不自赏，可是把杨颖的口碑败得一干二净。有人戏称这部剧是抠图不自赏，杨颖怀着孕大着肚子还拍，演技全靠瞪眼，剩下的靠后期抠图。即便如此，杨毅为了8000万的片酬依旧是接下了这部剧。冯绍峰也是，自从入圈后走的一直都是演技路线，宫、狼图腾、鸿门宴等等一系列作品就没有一个口碑差的。在对赌协议输了之后，冯绍峰拍摄的作品可是把他的口碑全败光了。巨额投资大规模特效制作的电影《幻城》，造型奇葩雷人的电视剧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，几乎每一部都是在割观众韭菜，比起前期杨幂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在资本横行的娱乐圈中，对赌协议屡见不鲜，完成对赌协议的还有吴京，对赌协议失败的还有张国立。在之前很多采访中，他都表示很后悔参加这场活动。之前很多人看到张国立年近60依然在演艺圈频繁露面，以为是儿子不争气，其实细细思量，或许跟对赌协议有很大关系。所以我们看剧只是为了一时的愉悦，对于明星和资本方来说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和血淋淋的现实。对赌协议是扭转局势的一种手段，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军令状。不过对赌协议有风险，参与之前还要三思而行，成功之后不会逆天改命飞黄腾达，但失败的效果常人确实难以承受。用吴京的话来说，娱乐圈里就只剩下利益了。对赌协议就是明星与资本之间的一场游戏，赢了皆大欢喜，输了也不过就是再接多几部烂片，加点烂钱。毕竟50%的几率面前，只要赢了便能逆天改命，实现阶级的跨越。这样的诱惑面前，输了又何妨呢？毕竟吃亏的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粉丝与观众罢了。但换句话说，娱乐圈远言千万，为了对赌的那几个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还是有大量的好演员的，他们就只想做好演戏这件事儿。随着影视寒冬加上疫情爆发，全国有6000多家影视相关行业公司倒闭。请看这张参与对赌的影视公司结束对赌时间表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明星背了对赌心态失衡，无原则接片。导演背了对赌受利益驱使，本该拍1年的作品1个月交货。资本原本不信邪，或是营销玩到飞起。我们都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，或许大导演也不顾脸面，上映前突然微博私人，或是数据造假，是与资本同归于尽。可对赌公司渐渐发现市场不认可，最后反噬的还是资本本身，于是参与对赌的公司越来越少，身背对赌协议的明星也会越来越少。但愿这是影视市场浮躁风气渐渐趋向理性的一个信号。PS， 这个时候仍然继续对赌的杨幂真的是个狠人，佩服她，短短几年把嘉行从估值2500万做到50亿。可是杨幂这些年来真的是在加速折腾自己，拼命炸戏，拼命制造话题，恨不得时时刻刻出现在公众眼里。有多少人像圈妹一样，时不时会想起风陵渡口叫着大哥哥的郭襄，他曾经如此聪慧天真的眼神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